行，那我们开始吧。然后我今天主要是想跟你聊7个主题，我先快速的把这7个主题先过一下，然后我们再一个个聊，好吧？首好，先对，7个主题大概是说，哎，在英国学习是怎样一种体验，然后在英国生活。第三个的话是，呃，就是持续了这个5年的这个异国恋是这样的体验。第四个是说你当时，选择结婚，然后离职，然后去英国，因为当时你男朋友嘛在英国，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第五个的话是在英国工作，因为你后来去了英国以后就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第六个的话，然后前2年对吧？然后你们在那边待了那么久，然后你决定回国发展，就是在这个会留在英国发展和回国发展之间做决策的时候是这样一种心路历程。第七个问题的话，因为你是姐姐嘛，所以聊聊这个，这个感情话题相对而言就会稍微好一点。就是说，哎，你觉得从一个女生的视角来讲，怎么去看待说你在追求爱情的时候，对吧？一种是坚持不懈的追，然后另外一种是，哎，我只表白一次，不行就算了，这两种不同的恋爱观。然后这7个问题，OK 吗？或者这七个行，主题，可以啊，可以啊。行。你那我控制一下们先从，节奏好。嗯，对，然后第一个主题的话是这个关于在英国学习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先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吧，就是，哎，你当时留学之前大概是做了怎样的一些准备工作，怎么去完成这个申请的过程的我们当时好像是比较早，因为其实学生时代离我还是有点远的，也十几年的时间了吧。？OK，我们当时有这种合作办学的，就相当于，嗯就是你去选择读这样的专业的时候，就知道这样就有这样的途径，那么也都是集体的，有老师的指导什么这样，也有中介代办这种签证什么的，就这样过去了。就基本上整个过程，嗯，就没有太多的就是自己的准备，最早的时候去的时候没有太多自己需要主动去收集资料或什么的过程吧，就是相当于一种，就被动被安排式的这种方式。，OK，我记得然后当当时，时你说。你说。啊，我记得你当时那个项目好像是一个2+2还是2+3是吧？就是大三上学期过去是吗？嗯，对，就是像这种交流办学，后来好像因为越来越多，然后学校越来越水了以后，教育部好像是停掉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后来就是不太这种项目就不太多了，嗯，但零几年的时候还是很多的，就是这种合作办学的方式。了解。那你嗯。当时是高中或者说大一大二，就是想去做，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包括我为什么是英国？有考虑过别的国家吗？诸如此类的。没有，刚开始没有选英国，刚开始澳大利亚觉得好玩吧。其实学生时代我可能跟你不一样吧，就是嗯，没有那么明确，就是我要去选藤校或者是选怎么样最顶尖学校这种概念想法吧。更多的时候就是觉得想体验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的生活吧。这个地方可能就跟它的，比方说文化呀，这种开放程度啊，包括这种风景啊，这种地理各方面都相关的这些因素，在对自己脑袋一个刻板印象嘛，你会有一些偏好。那美国当然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包括我本人对美国也不是一个，嗯，怎么说，不算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国家。当然可能以后有了解，机会可能会去旅游一下。行，欢迎来稍等下。一下啊，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行行行，没问题。啊，毛毛还没回来。哦，他没回来，他就比较晚一点。
就是所以完全抱着一种可以体会一种不同的一种教育方式的一个想法吧，然后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体会一下就去了，所以跟你那么执念的要去美国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出发点还挺不一样的。我大概理解到了。其实我还蛮好奇你当时那么执念一定要去美国，你最想要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个 ENTJ 嘛，然后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所谓的要做一些事情的这种所谓的报复心嘛，对吧？然后那从我的视角来讲，这个决策对我来讲很简单，就是，哎，你美国是至少目前来讲，对吧？综合实力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后我做的这个领域，计算机这个领域，它又拥有一批世界上最好的公司，那我就是想来看一下，然后你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成为这样所谓的最强大的国家，对吧？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它做得好，一定有它做对的一部分的事情。公司也一样，对吧？你像我现在在西雅图，对吧？微软的总部，亚马逊的总部。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在加州很多公司，就是对我来讲，我就是想去这些公司看一下，他凭什么，对吧？几十年时间变成全世界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这就是我的动力。就其实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很简单，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比如说你说的澳大利亚，当时我们在交大，我实验室老师跟澳大利亚的一个学校有那个联合办学，就是联培博士那种，问我想不想去，我说不太想去，包括英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对我来讲我都没有考虑，因为它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当然我这里讲的不一定，对吧？强大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指的就是大家公认的这种综合国力。所以我的想法，所以动力也很简单，其实。行，那你感觉现在这个答案有感受了吗？有一部分感受吧，有一部分感受吧。然后这个话题很大，然后今天是不是访谈我？这个我们可以，我跟你在私下再聊。对，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本身啊，就回到这个话题本身，就是那我大概理解了，就是你相当于在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因为你刚才提到英国跟澳大利亚，所以我猜想你可能在一个比较早的时候，对这种英联邦的国家的文化或者氛围产生了兴趣，可以这样理解吧？可能早在读大学之前。呃，其实澳大利亚当时会更喜欢一点，就比较为什么？我个人更喜欢一些，因为我感觉澳大利亚，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认为移民国家，它对文化包容性会更好一点吧。嗯，是然后是，你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就觉得，会非常排外。这一一个马林点当翁是吧？时读书的时候。所有我觉得有文化自豪感的这些国家，它还是这个壁垒还是在的，就是它以自己文嗯化这种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内核的国家。包括我前2天在路上喝咖啡，遇到2个塞尔维亚人，就简单嗯坐着，就他当时因为没有桌子，然后他说想跟我拼桌。嗯然后他可能在宁波，虽然说在浙江英语还是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当时观察一下，我觉得他可能简单的跟好几桌沟通了一下，就人家可能也没有沟通上嘛，所以我就主动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坐我这一桌。了解。嗯，想说什么呢？就是外国人当时给我聊完这个感受，他也觉得他在这里生活有很多比他的国家好的地方，但他还是觉得，没有融入感。融入中国人的这种途径，他也待了好几年，他觉得他没有找到。当然有很多融入的很好的外国人，我相信有的，但大部分有很多。的人，即便在这里工作好几年，他可能这个途径都是没法找到的。对，我觉嗯。得我有类似的感觉，可能我现在待的时间还不够久，反正我不是很有这种所谓的，我还是有蛮多就是在这边当地的朋友，包括一些美国人，然后
可能什么的，但我觉得的确还是不是特别能够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融入感跟归属感，不是很有。对这个不是非常一个很好，包括你由自身的原因，也有这个地方也有各种机遇各方面的原因，就是你想要达到一个所谓意义上的融入，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虽然我在英国也生活了，长期生活读书的时候2年多，后来工作5年多，也7、8年吧。然后像我老公也十几年了。整体感觉我们都还是在华人圈子里。我可以想象到。对，我觉得就即在其他便我们都国家也是。有，对，我们既有求学时候英国人的朋友，也有工作时候的英国人的朋友。当然你工作时候你聊点散天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生活还是对，我同意，很不一样。对，我同意，大家我同意。之间这个边界感还是非常重的。我同意，我同意，就文化差异，各种差异还是比较大，对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有所谓的融入感的。对，然后话所以你题回到。出国更多只嗯，能是一种体验吧。对，对，这个我也当时也我同意。就是为了感受这种体验出了国，就总结来说的话。对对，只是说我们两个人我大概理解到我们两个的动机比较相似，都是体验，只不过你可能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从我的视角来讲，我更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或者一些科技企业为什么这么强大，我们两个的动机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讲，在这边的一些生活体验，其实我没有太花时间去体验，然后这个事情被子豪哥哥批评过，说你这对。这个行，那个然后继续这个留学的话题啊，就是你本科是学金融嘛，然后嗯硕士期间是学工程管理，然后你嗯。在英国，哎，学这两个专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就是专业上的感受呢？呃，怎么说呢？就是方式上挺不一样的。我觉得是对很多，因为我后来有接触很多，要去留学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的父母，跟我咨询相关的学习的问题。嗯我就是还蛮惊讶于后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就是主动去接触这些，就比方说这些已经留学的群体去了解一些从生嗯活到学习到心理到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当时是没有的，就是父母，嗯，基本上他只需要你要求你自己做哪些事情，然后他自己是不太会去参与去了解这个过程的。嗯聊学习的部分呢，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就是你每天都有人帮你安排好每天的学习任务和每天的学习目标，是。和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这个东西还是非常清晰且非常强硬的在灌输给你的。对嗯，它是一种省力的办法，就是你只要被安排着这样做，然后怎么样，就最终回答了怎么样。我们也是一直这么长达十几年的训练，就是这个方式。是。所以我就记得我本科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有大论文嘛，都会嗯，先开个题，然后去有一些疑问去问老师。然对后我就记得对对。我那个时候很不理解，老师就每次就说这是你的题目，不是我的题目。你想怎对么写都，你不要问我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你可以。对就是我对们更多的喜欢，就是我们被教着，就是因为判断题或者这种封闭性问题是认为是能够提升效率的一种方式。对对，就我问是的。你行不行，你说行，好我就做；你说不行，我就不做。如果问对你行不行，你说你怎么样做都行，那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效率就没有达到，我还要自己再去探索，对吗？相当于这个对这个答案由我自己去寻找，对对所以这个对。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你要适应这种你自己去探索，这个也对。
当然现在的整个的教育已经有往这个方向上再去转变，就是说，没有正确答案，然后你自己去找答案，你觉得正确的答案就可以，即便你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样，或者现在不能嗯，叫标准答案，就是参考答案不一样，也参考答案也可以的。是，就是你可以允许，然后我觉得这个批判性思维是在海外学习就最典型的一种感受，就了解，是你有批判性思维，就你嗯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挑战老师的说法、想法，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想法去表达，就老师也是很鼓励这种方式。嗯哼，对，我你这个同意你讲，东西，我觉得在我们国内的学生时代，因为即便我在本科国内读过2年，我也觉得嗯不太有学习上的这种探讨交流，基本上还是以老师说的就是某一种模式下的这种，你不要去过多的去想为什么怎么样，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做就好了。对对，就我同意，他都给你很清晰的路径，但是给你思考的空间，整个教育体系还是比较少的。可能我们因为呃还是受到教育时间还是比较久，跟现在当下的这个教育的，我相信方式还是有些转变的啊。但我只是谈我以前的一些体会。对对，我同意，我前不久跟一个在那个做初中老师的那个好朋友聊天，然后可能是因为他在南方的城市，所以可能他们那边的就是教育氛围比这种教育大省要稍微那个宽松一些，然后就聊到他比如说让允许同学们在课间上那个演奏乐器啊，比如弹吉他啊这些啊，让他们组一些社团啊，就是可能与老师本身的年轻化也有关系，对吧？像我朋友，对吧？他去当初中老师的时候，肯定是比他当年的初中老师肯定要是想法上要能够，可能要相当而言给学生的自由度稍微高一些吧。对。然后在留学这个这个问题下面，最后一个想问的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过这么多年，就是这几年的留学这种生活，对你来讲，你觉得最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跟负面的影响分别是什么？正面的影响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体会这种批判性思维，以前我们是很少有人让我们去这样想，就是我说的嗯，话不对，为什么对，不对？你去想为什么我说的话不对？嗯就我们以前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让我们主动去批判性别人的事情，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只是一种你要形成这种思考方式。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国外留学，呃，就是能做的比较大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了解，脑子里虽然说学习已经这种学习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嗯，回想起来，就这个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了解了解。嗯，那负面呢？你觉得最大的负面的一些影响呢？负面的负面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在国内啊，特别是在国内真的去工作以后，嗯特别是你去中国人管理的企业，就嗯他的我，因为我是在外企啊，然后在民企在国企都待过的人，嗯就是一方面的感受是你学会批判性思维，你觉得自己思考的价值。但是你太过于灵活的这种思考价值，实际上在你工作中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体制的。了解。那有些，比方说民企也好，国企也好，它更多的或者是中国人主要管理的企业，它的这个文化还是一种我要上行下效，我要上命下达的这么一种方式，因为他认为这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嗯，是你是，自上有而下。你有过多的，即便你想要探索性的尝试也好，他不认为他需要给你这个自由权让你去做这些事情。我理解你的意思，就那你是过分的强调你有自己一些批判性的思维也好，自己想法也好，你会发现你不见得会适应这种体制。对。对，我理解到你，你都不用说这种企业这种以赚钱为目的的。我印象很深，我高中的时候，呃，就比较喜欢上课时候问一些问题。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可能高一吧，然后我们化学老师有一次我提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打断我说：“你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个上课内容无关，不要耽误大家时间。”可能是让我下课再去问他或者干嘛，反正后来我就没有在课堂上问的。但这个事情印象很深，也许我会记一辈子。化学老师也没错，他说的也对，对吧？他有他的教学进程，然后他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些知识点输出完。然后我提的问题，可能他觉得跟高考无关，所以就打断了。呃，但是我大概能够 get 到你讲的这种感受。对。你如果是长期的在中国的这套教育系统里的这种感受下，或这种系统下，你进入国企也好，民企也好，或者任何在中国的企业啊，我觉得，你的这个对接的程度会更顺利一点。因为我观察下来，就是说，在这种国企啊，特别我现在在国企工作，也有每年都会，我的单位也会有每年都会有很多这种留学的小孩。嗯嗯。嗯，适应性实际上是不如在国内的毕业的学生会适应性更好。了解。嗯，就很多东西都是不能公开谈论和公开去反驳的，对，甚我能体至会到。甚至你的服从程度作为一种考核的指标，这个是我很惊讶的，因为我工作的也有十几年了吧。我可以说前10年的工作都是在外企或者外资或者在国外，不会有认为服从度，因为你并不是军事化的管理，那服从度这件事情是你可以跟你的上级去讨论的，它可以不是你考核的标准，当然你的产出的方式也好，最终的目的也好，这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由谁来给你规定的。嗯所以不存在服从度会作为你考核的一个要点，但是，嗯。我很惊讶于国企确实有这样的要求，行，我了解了。这就个，从上你说。到下它都有这样的东西。那如果行行。你是一个从小就在国外待过的人，我相当于我觉得你是很难适应，这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负面的影响了解吧。了解这个。